中国的经济数据可真是一个比一个难看。大家说说，一个国家要是连续几个月的 CPI 都在往下掉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对，就是通缩，老百姓不敢花钱了，企业不敢投资了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了。来看看官方公布的数据，11月份 CPI 同比只涨了 0.2%。好家伙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从8月到11月 CPI 的同比增速是这样的：8月 0.6%， 9月 0.4%， 10月 0.3%， 11月 0.2%。大家看到了没有？这玩意儿就跟坐滑梯似的，一路往下滑。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明年初怕不是就要转负了。那央行干什么去了？不是号称要放水救市吗？咱们算算账，今年1月份的时候，广义货币 M2 余额是274万亿，到11月底，这个数字窜到了 311.96 万亿。短短11个月，央行就狂印了将近38万亿的钱，这么大的放水力度，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。但有趣的是，这么多钱都去哪儿了呢？民众的口袋里有吗？企业的账上有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些钱基本都被存进银行了。今年前11个月，人民币存款增加了 19.39 万亿。老百姓和企业不敢花钱，不敢投资，只能把钱存进银行保值避险。再来看个更吓人的数据，11月末 M1 同比下降了 3.7%。M1 是什么？就是企业和居民的活期存款。这个指标直接反映了市场的活跃程度。现在 M1 不增反降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市面上的钱都躺在定期存款里睡大觉去了，根本不出来消费和投资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那我看新闻上说今年经济数据还不错呀。且慢，咱们来看看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第5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。这可是5年一次的大普查，撒谎都不好使。数据显示，金融业的从业人员比5年前暴跌了 32%， 从2018年到2023年，整整跌了1/3。而且，金融机构的数量也减少了 21.9%。想想看，一个国家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和机构都在大幅萎缩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是不是说明整个经济已经病入膏肓了？房地产就更惨了。虽然总的从业人员看起来增长了 14%， 但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人员却减少了 27%。而房企的负债总额达到了125万亿元，比5年前增长了 41.1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房地产行业已经陷入了高杠杆、高负债的困境，越借越多，越借越还不上。这些数据告诉我们，中国经济现在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？简单说就是央行狂印钞票救不了市场，企业不敢投资，老百姓不敢消费，钱都存进银行装死去了。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这2大支柱产业正在加速萎缩。这种局面用悬崖边缘来形容都不为过。说到这儿啊，大家可能会问了，既然央行印了这么多钱，为啥不能像美国那样直接发钱给老百姓刺激消费呢？我给大家算个账。先看看中国现在的消费力有多差。在正常的经济体中，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一般在 60% 到 70% 之间。比如美国是 67.9%， 日本也有 55.58%。中国呢，才可怜巴巴的 39%， 而且这还是官方数据，实际情况可能更低。更吓人的是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下滑。1962年的时候，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还高达 72.16%， 跟现在的美国差不多。这说明啥？说明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完全是畸形的，老百姓的日子反而越过越紧巴。现在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消费支出只占 GDP 的 30%。这么低的消费率导致了什么后果呢？制造业产能过剩，饮食服务业萎缩，投资萎靡，
资金外逃。那为什么不学美国发钱给民众呢？我给你们说个更吓人的数据，现在中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已经超过330%了。这什么概念？就是说你赚100块钱就背着330块钱的债。美国通过通胀化解债务后，现在的杠杆率也就250%，就连日本这种高债务国家也就380%。而且你猜怎么着？在这些债务里面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达到了可支配收入的170%以上，占 GDP 的70%以上，超过了美国。说白了，老百姓已经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了，哪还敢借钱消费？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更惨的是政府债务。最近中国搞了个10万亿的化债计划，听起来挺吓人，但仔细一看，这不过是把高利率的地方债换成低利率的国债，相当于把明面上的窟窿补上，暗地里的窟窿该有多大还是多大。这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？有研究机构统计，中国的实际债务规模恐怕已经超过180万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按现在14亿人口算，每个中国人从刚出生的婴儿到80岁的老人，平均要背负近13万的债，而且这还在继续增长，因为现在的做法就是借新债还旧债，以债养债，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而且这帮官老爷现在玩的把戏更绝，他们印了钱不给老百姓，全都给了地方政府和国企。今年光是国债和地方债就发了至少20万亿。搞笑的是，发了这么多债也没见经济好转，反而把民营企业都快整垮了。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，2025年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重中之重。我就问问，你把老百姓的钱袋子都掏空了，指望谁来消费？指望那些失业的年轻人？现在外企就业人数从巅峰时期的3000万人跌到不到1000万人，这得减少多少购买力啊？所以明年的经济怎么走？按照现在的趋势，那就5个词：借钱、罚没、诈骗、内卷、倒闭。中国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只能继续借新还旧，以债养债。但这种把戏还能玩多久呢？说到这儿啊，大家可能会问，2025年的中国经济到底会怎么走？我跟你们说，明年的形势比今年只会更严峻。咱们来盘点一下明年可能出现的几大风险，用经济学家的话说，就是黑天鹅和灰犀牛。第一个风险就是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局部崩盘。现在除了珠三角、长三角和环渤海这些发达地区，其他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都很悬。第二个风险是汇率崩盘。你看啊，现在中美利差越来越大，中国国债收益率创出历史新低。央行为了稳住汇率，只能给外资几十亿、上百亿美元的补贴。这种补贴能维持多久？而且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现在外面还有大量的人民币，要是这些钱突然往回跑，央行的外汇储备还真不一定扛得住。特别是那些一带一路的国家，要是集中抛售人民币，那场面可就刺激了。第三个风险更吓人，就是国际贸易关系恶化。现在中国所谓的经济3驾马车，其实就剩下出口这一架能动了。但你看看最近的形势，欧美对中国的制裁越来越多，什么芯片、新能源、人工智能，全都要断供。再说个更要命的，明年特朗普上台，那中国出口就更难了。大家都知道，特朗普这人说干就干，万一他一上来就对中国加大力度制裁，那这些靠出口吃饭的企业怎么办？第四个风险是新能源产业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烂尾。现在全国都在搞新能源，电动车、光伏板产能都严重过剩。这不就跟前几年的共享单车一样吗？最后那些共享单车都成了废铁山。要是新能源产业也这样，那可就不是几百亿的窟窿了，是几万亿的窟窿啊！
更麻烦的是，很多地方政府和国企都在往这些产业里砸钱。万一这些项目都黄了，那又是一大波坏账。你们觉得现在的银行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说到这儿，我给大家爆个料。最近国外机构统计，中国大陆的地方财政规模已经大到不可想象，光是隐性债务和影子银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都没人说得清有多少。要是哪个地方先撑不住了，很可能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。所以明年中国经济会怎么走？我看8个字：外忧内患，雪上加霜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只不过现在终于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，就看中国的官老爷们到底有没有本事来应对这些挑战了。可惜啊，看这些官老爷最近的操作，感觉他们除了会喊口号、印钞票，也没什么别的招了。他们现在就跟在赌博桌上输红了眼的赌徒似的，就想着再借点钱，再赌一把，总能回本。但这种玩法不是把中国经济带向深渊，又是什么？